早在手机的功能机时代，中兴的品牌影响力还真不小。如今呢，它又推出了一款旗舰手机 Axon 30 Ultra。看我们节目的老观众知道，现在到了投票环节了。大家认为它的工业设计好看吗？如果你觉得它好看，打1；如果觉得不好看，打2。剩下的其他选项，什么还凑合呀、无所谓啊，打3。在发布会上，中兴认为这台手机是一台立得住的旗舰手机。那在影像上，它能立得住吗？先看看我们用它能拍摄出什么样的照片吧。前面放的一些精选样片呢，都是由这台手机所拍摄，并且由内部滤镜编辑，希望可以激起您手机摄影的兴趣。中兴呢，作为一个在通信领域的老字号企业，如今呢，它推出了一台想立得住的旗舰手机。当然了，由于它的工业设计确实可以立在桌面上，但是它还有一个噱头，就是3主摄手机。我们之前就在节目里预言过多主摄手机，今天终于实现啦！对。那不过它在影像方面能不能立得住呢？当然还是得看我们的节目啦。欢迎观看 ZPH， 我是大吴，我是展展。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、聊摄影、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。期待这期节目，记得先点个赞再看哦，还要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，多多支持我们。下面呢就是测试样片上场了，测试样片就没有前面摄影精选那么好看了，但是能说明白事儿。我们会一颗一颗镜头的讲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。先说一下它的后摄规格 ，Axon 30 Ultra 后面是4颗镜头，没有凑数镜头，其中它有一颗等效焦距35毫米的人文镜头，但它不是2倍镜头。在拍摄2倍照片的时候呢，就是用这颗镜头数码变焦到主摄2倍焦段拍摄的。每颗镜头的视角差距呢，如这段录屏所示，在每颗镜头切换的时候呢，没有缩放画面，是直接切换的。在默认拍照界面中是没有直接选择35毫米焦段的这颗人为镜头的。虽然2倍是用这颗镜头所拍，但是它是数码变焦，变焦到差不多50毫米左右。如果你想感受这颗35毫米镜头的魅力，那么只能选择上面的人文拍摄选项。这段呢，我们放在后面中长焦的介绍部分再说。先说主摄，这台手机采用的主摄从感光器尺寸上说，跟友商比起来不算大的，但是跟苹果差不多大啊。参数呢都列在这里了，我就不念了。在这里呢，要口头表扬一下中兴，就是它的照片中都标注了每颗镜头的等效焦距啊，这点非常好啊。来上测试样片，样片呢都是通过默认设置拍摄的，直出色彩呢看上去还是比较讨喜的。那它跟其他手机的对比也有，但是制作起来比较麻烦，我们正在做。先看它的光学成像表现怎么样，放大中心跟边角，中心画质还是不错的，边角画质下降的有些明显。当然，我们不止一组样片。在这组中呢，同样是颜色上还是很讨喜的，在中心画质上也是不错的，唯独就是边角画质还是下降的有些明显。主摄是支持高清模式的，就是6400万像素。当然它3颗镜头，超广角主摄还有人文镜头都支持64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。对比普通模式，确实在细节展现上，高像素模式要强一些，而且可以发现普通模式有锐化的迹象。值得表扬的是，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在成像的色彩上、宽容度上都非常接近啊，这点非常好。主摄支持微距模式，开启方式呢就是在拍照模式下点更多，里边就有微距模式选项了。老实说呢，效果一般，具体多一般呢，我们会留在跟标杆机的对比视频当中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超广角使用的感光器呢，厂商就不说了，其实也不小，是1/2英寸感光器。和人文镜头的感光器是一样的。从感光器尺寸上来说呢，主摄跟它俩比较接近，再加上都是原生6400万像素啊，这也许就是厂商说它是3主摄手机的原因吧。从样片上看呢，视角比较宽广啊，对得起超广角的名字。从色彩上看呢，也是比较讨喜的。放大中心跟边角，中心画质还是可以的，边角画质下降的比较明显。再看第2组测试样片，中心画质还是没问题。
有问题的依然是边角画质。超广角同样也有6400万的高像素模式，跟普通模式对比，在色彩宽容度上差别是有，但是不大，这点跟主摄一样做的都很好。放大中心对比，确实高像素模式在细节上比普通模式强，但由于普通模式的锐化效果存在，看上去好像普通模式细节更多似的啊，但这只是错觉，仔细看还是高清模式细节更多。再看中焦镜头，在 Axon 30 Ultra 上面，中焦镜头就是这颗35毫米的人文镜头。前面已经介绍过了，就是拍照界面中的2倍，就是用这颗35毫米镜头数码变焦到50毫米左右来拍摄的。那如果想体验这颗镜头35毫米的魅力，那就得选择专门的人文选项。这颗镜头的对焦速度还是不错的啊，无论是抓拍还是拍人像，对焦方面都可以放心。但是呢，它没有防抖啊，从录屏中你们就可以看出来抖得比较厉害。在摄影中呢，之所以说35毫米的镜头是人文镜头，那是因为有相机以来，有很多大师用35毫米定焦镜头拍摄了很多家喻户晓的照片，所以约定俗成说它是人文镜头了。这颗镜头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呢，就会计算摄影，把背景虚掉，而且效果还不错。由于背景都虚了呢，我们就不对比中心画质跟边角画质了。总之呢，拍摄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尤其是计算摄影的虚化背景这一块。如果你用这台手机拍摄人像的话，那强烈建议你用人文模式，调用这颗人文镜头来拍摄。再看长焦镜头，感光器呢，厂商就不说了啊，因为确实不大，4.4/1英寸，像素也不是很高，800万像素。实际使用中的体验还是不错的，主要就是对焦速度非常快，光学防抖的效果也是不错的。缺点嘛也是有的，那就是最近对焦距离不足。从这段录屏上你们可能看不太出来，那么就留给对比视频一看究竟吧。长焦镜头跟超广角和主摄镜头不一样，它的边角画质下降的一般都不明显，而且我们在使用中也没有发现这颗长焦头在光学成像上有什么问题，所以这里呢就不放大中心跟边角画质对比了。虽然在像素上听起来不是很高啊，800万像素，但是实际体验上是没问题的啊，主要就是好用，因为对焦快嘛，防抖也不错。譬如说偶遇这种野生的烤鸭，拿起手机就拍，也算是得心应手。所以在体验上呢，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，还是一颗很好用、值得信赖的长焦镜头。中兴这一次前置1600万像素光圈 f2.45， 它人像模式的抠图算法稍微有一点粗糙，不是很灵敏。在照片上看边缘的部分比较模糊，所以我们拍的时候呢，千万别直接就拍，直接按快门，我们要给算法2秒钟时间对焦，然后再按快门，状态会更自然。而且呢，它的美颜功能特别贴心，分为原图、自动和个性，既可以拍写实的原图，也可以自动美颜，还可以根据你的情况自动调整。我觉得简单拍个照的话也挺够用了，滤镜也很多，不过不能调节滤镜的强度。但是它有一个功能挺好的，可以自定义滤镜，我们可以调出自己专属的滤镜啦。动态范围这块不对比是很难看出来的啊，我们也在制作对比视频，敬请期待。先放出一些他拍摄的样片，大家可以根据经验猜一下它应该是什么档次的呢？夜景拍摄呢，这台手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非常的实诚。当你选择2倍的时候呢，它就用人文镜头去拍摄；当你选择5倍的时候呢，它就真用那颗5倍的潜望镜头去拍摄了。别的手机可不这样，当检测到光线比较暗的时候啊，你选择高倍数，它就用主摄数码变焦来拍摄。这是主摄拍摄的效果，还是能应付一定的城市灯光环境的。这是人文镜头拍摄的，由于没有防抖，还是比较吃力的。5倍就更吃力了，虽然说有防抖，但是没什么用了。这台手机还有一个特点，没有自动夜景模式，只要不选夜景模式，用普通拍照模式，多黑的地方摁下快门就能成像，甭管拍得出来拍不出来，也不用等。夜景照片呢，也不是靠亮度取胜，氛围还是不错的，能拍出黑夜的感觉。到了更黑的环境，直出模式下，主摄还能应付，超广角就拍不到什么了。用夜景模式拍摄，主摄更亮了一些，但是超广角也没强多少。到了极暗环境，就是祖传神树那个场景，非常黑，主摄跟超广角就拍不到什么了。用夜景模式拍摄，主摄还能拍出一些影子，但超广角依旧什么都拍不到。
这次官方还有一个宣传点，就是斯坦尼康机的防抖，指的就是录像了。现在看到的是主摄的走路防抖表现，从远景上看，防抖效果还是不错的。虽然它的35毫米人文镜头拍摄录像也不错，但是没有防抖，所以如果你想用那个焦段拍的话，那尽量用主摄放大来拍。超广角上虽然没有配备光学防抖，但是在白天的表现上也是比较稳的。无论是防抖方面还是果冻效应方面，超广角做的也都不错。但是夜晚的效果嘛，就不是很好了。现在看到的是主摄的夜晚防抖表现，当时环境不是很黑，它不是非常黑的胡同，是一条大街，但是录出来的效果还是比较暗的。同样的场景，超广角基本就没法拍了啊，就什么都拍不到了。再重申一下环境啊，这不是非常黑的胡同，这是一条大街，是有路灯的。从观感上看，中兴 Axon 30 Ultra 这台手机的夜晚录像上表现不是很理想。硬件规格上呢，中兴 Axon 30 Ultra 跟其他的旗舰手机一样，采用的都是骁龙888平台。屏幕方面呢，厂商也是着重宣传了一下144赫兹的刷新，但是分辨率呢是 1080P 的。友商们普遍都已经开始采用三星的2K 屏了，那这块屏跟他们比呢，只能说一般够用，并不出彩。工业设计上，我怎么看怎么像一台国际大厂的旗舰手机，你们觉得它像谁呢？可以在弹幕中打出来。但设计上还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比如说这个文件夹造型的后摄区域，看起来呢，我觉得就比较好看。机身厚度跟重量控制都不错尤其是厚度比较薄。但是握持手感上你们仔细看它的边框稍微有点锐利，有点尖就稍微有点硌手。摄像头凸起的高度呢，看上去还是有的但是不算高在如今这个时代。好在呢，它用的主摄感光器不是很大如果用更大的感光器呢，那高度就会凸起的更多了。所以现在看呢，整体还是比较和谐的吧，在如今这个时代。机身的顶部跟底部做的看上去依然是非常的整洁、好看、大气、高端，反正其他的形容词都可以用上，跟边框一样，都是看上去是这样。实际摸上去呢就不这么美好了，很多天线的地方摸上去都是拉手的，就是这个天线跟金属边框做的不一样高，而且边角还比较锐利。总结一下中兴 Axon 30 Ultra 在我们心中的表现，厂商自称它是3主摄手机，分别是主摄超广角人文镜头。目前在我们看来最大的惊喜是等效35毫米焦段的人文镜头，至于它的焦段和人文的名头我们不敢冒，但实际效果还是不错的。首先是拍摄体验上，对焦速度很快，使用起来得心应手，计算摄影的虚拟背景虚化看上去效果也不错。至于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呢，只能说中规中矩了。中心画质表现还不错那是应该的，边角画质嘛下降的稍微有点明显，尤其是超广角的边角画质。在夜景上的表现嘛，无论是拍照还是录像，在如今的旗舰机中都不算优秀的，夜景表现还需要提高。工业设计上看上去比较不错，但是实际拿在手里呢，还是有些小瑕疵的，建议带套使用。看完上面内容希望您可以对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能力更加了解了，那么也希望对您在选购方面有所帮助。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记得一定要点个赞、点个收藏、点个关注哦。拜拜，下期再见。拜拜。